大家好，我们上节课呢学了枝干，这节课呢我们重点是讲叶子。在没画叶子之前呢，我先给大家画两个花苞，目的是什么呢？我们先学一下嫩叶子啊，包括这个花蒂的画法。我还是随便拿点颜色。花苞用的颜色不多，我就随便拿一点，大概比划一下。我就不讲这个花苞的画法了啊，因为咱们重点呢这课是讲叶子，我就调色呢快一点。笔尖来点胭脂，然后最笔尖处呢，我们来点花青。先画一个冲上的。这是一个花苞，少涂点水啊。我画这个花苞呢，是因为这个花蒂呢要根据这个花型变化，然后呢去填充花蒂，所以呢我就特意画出来不一样的。好了，就大概画几个花苞这几个花苞大家能看出来肯定是不一样。我不用点花蕊了我主要下一个目的呢是教大家这个花蒂的画法。然后呢，我调一点，这个是藤黄，再放到镜头底下大家能看到的地方。藤黄、花青，然后呢，找三绿的颜色加点三绿，效果会更好一些好，这是三绿。把这个藤黄呢跟花青调一下这个颜色呢就是比较正绿色。然后呢，我们调一点三绿在笔根处调一点三绿。因为这个花蒂这个比较小，我们调到笔肚去不是笔根说错了，调到这个笔肚就可以了。笔尖处给蘸一点这个胭脂，然后呢给它往里柔和一下。这个花蒂呢，像这样的花苞呢，属于这种就是没怎么开的其实就是包起来的。所以呢，画它的时候要给它用这个花蒂呢包起来。然后上面这个表示什么意思呢？就是嫩叶子往往有的是卷起来的，我们这样提一下呢，就表示有卷起来的嫩叶子。然后这底下还有下面的部分，两边别画对称了有点干。这样，然后我们给它这底下来一个嫩枝。这就可以了，或者是嫩枝也可以给它来一个这样的这是一个
这个花蒂底下啊，这样的枝和这个花蒂的结合。我们再来，像这种啊，它的形态又不一样了，是吧？你可以这样的啊，其实这个是是有，哎，你可以点缀一下啊。这个呢，也可以来个这样的，然后我这个可以把这个画成就是枝干与这个花蒂的结合。像这种呢，就是属于斗向上的啊，没有这样撇下来的一半，我就给它都包起来，表示让它是在花的后面。有点缺颜色了啊，底下补点这个胭脂色。这个呢，我可以这样的。像这种枝干啊，像这个啊，你可以来个这样的枝干这是我画一下啊，就是表示啊，这个如果是探出去的一个花苞芽苞，咱们可以这么画这个你都可以加点小氛围都行。加这个是目的是让它这个显得更活泛一些别小看这些点儿，这些点儿呢，但也不能加太多，它就像是这个你做饭的时候，这个油盐酱醋一样多了就不好看了。这个有点齐可以来小嫩枝干给它整上去。像这样的需要勾一下叶筋。一般的勾叶筋呢，都是用这种小嫩叶子一般都用胭脂勾，用胭脂也可以。我呢好用淡叶子淡墨来勾这个我就用胭脂勾一下。这个叶筋怎么勾呢你看一般的我是勾4个，这面2半这面1半。一会儿呢我会单讲叶筋怎么勾。这个呢我只是大概的给大家演示一下主要重点呢咱是把这个花蒂怎么画咱给它记住就行。好这个呢我就不添花蕊了咱们这课的目的不是为了给大家讲这个花蕊怎么点，咱是为了给大家讲一下不同的这个花底下这个花蒂怎么添。然后呢我再换一张纸，我们就要讲一下叶子的画法和叶子组合，然后呢怎么去穿它的枝干。我再调整一下镜头。我先来教大家叶子怎么调。我现在这里边这盘子里边呢是有这个藤黄、花青，还有点山绿。我先把山绿呢不用的就给它整到一边去，先不用山绿了。然后呢我现在是在教大家调叶子的基础色刚才这个嫩叶子也就是说比较艳一点叶子的调法呢，我给大家已经交代了。这是花青，少来藤黄，然后呢挤一点胭脂有人会问为什么要挤胭脂？因为我们不要画绿色的叶子很多人画的这个牡丹是红花绿叶，这个红花绿叶其实是很土的虽然它艳，但是其实是很土也比较囤显得俗气。所以呢我们不要画红花绿叶，我们要画呢这个叶子呢是灰色，深灰色，然后呢
隐约有绿色。我再拿一个笔呢，滴点水。这个叶子画之前呢，不能太干我们要要有一定的润度啊。然后我们调叶子基本色的时候啊，不能调的这个太浅了。我给大家拿到这个镜头底下看一下啊，大概是这个颜色。我再来一点花青因为这个调少了不够啊。再来一点这个藤黄。好，我现在呢加点墨，我再调一下把这墨呢加了一点，我再调一下。我也是看着调再来点藤黄。有人说这有多什么比例啊？其实要说比例它是不准的，看着颜色调是最好的。我们其实画画就是凭感觉不能完全是刻板的教条的，就说几比几几比几那是不行的那如果那么画的话，也会比较死板，你的叶子不可能千篇一律吧，是吧？所以我们不要那种特别的教条的那种配比我们是要看着颜色去调。我再给大家看一下，是这样的深灰偏绿，有一种隐约的绿色就行了。我再给它调深一点。为什么给它调这么深呢？因为我们这个叶子不够深，拖不出来花的艳，反差才能显得画面更明亮。好，然后我在盘子边上挤一点藤黄。我再在这里倒点墨。我在这小盘子里倒点墨。我们先来画这个叶子的形状和运笔。这个我连调色也都教了。咱们常用的调色就是这样的这是这种颜色，就是我们常用的颜色，就是深灰偏绿色。然后呢，笔根处看没有？用笔根处去蘸藤黄，不调进去也可以但是笔根处蘸藤黄，不要给它一直融到笔尖去。也就是蘸完基本色，这叫基本色蘸完笔叫基本色，然后用这个笔根去调这个藤黄。蘸上之后呢，我们在笔尖呢调这个墨色。这就是老叶子老叶子就这么画。好，我先来讲一下叶子的运笔叶子的运笔呢，如果你画大叶子长一点就可以这样的。好像是有点水还是少我这回呢用笔根吸水水分让它稍微大点，刮一下这是一种叶子就是有点叶子不要画的太那个什么了圆叶子、尖叶子、方叶子一般是这么画。然后呢，我们还有可能画这个叶子，这个一般的牡丹叶子不是这么长吗？画一个小组合，然后这面来一笔也可以呢，侧面组合，这表示这个叶子是侧面的。我再吸一下水，还是用笔根吸水。叶子的运笔跟花瓣花头的运笔是差不多的跟花瓣的运笔，一般的画家都是这么画就是说你怎么画花头，你就怎么画叶子。
啊，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啊。然后呢，我再教大家一种呢，就是传统的啊这个运笔模式呢是什么呢？这样的这是传统的比较传统的运笔模式，就是划笔也可以的但是这个笔法呢，就是用的时候适合小叶子，大叶子呢一拉就容易这个出现这个断笔这样的这是一般的来说传统笔法里的这个表示这个三叉九顶所以都是这个3个叉但是也有这么画的这么画实际上不好看为什么呢？太直了，太直白了而且呢，这种3叉呢九顶有一种这个对称的这个死板劲儿，我们一般不这么画一会儿我再教大家叶子组合。我这个是主要是讲运笔有的时候我们会画，刚才这不我教了吗？咱们小叶子这个表示这个是卷起来的叶子，就这么点一笔如果是这个尖叶子呢，这样的给它提一下，它不就尖了吗？如果这个想让它形象点这样的就是表示这个叶子是活的就更灵动一些。还有表示这个叶子是翻的怎么表示？这样的跟这个翻瓣呢有点像比方说我要把这个叶子是翻的这个形象，这就是一个翻叶也会用到不过我不怎么用，因为这个你要是一堆叶子在一起你只需要用工业金的方式就把这个翻叶表现出来了。还有呢，我们可能会画成都是连续的窄笔这样的，组成一个小叶子的组合这样这块再来一个宽一点的，这块可以来个点儿像这样的来个来个线就给它穿上了，是吧？然后呢，可以在这个叶子这个比方这个可以穿个小枝干，跟这一样这个也是穿个小枝干。像这种呢，属于翻过来的，你可以这样的。这种呢是这样的就把这个叶子的姿态像这个它可以连成一组，把它连成一组这样的。这个呢可以这样这个叶子穿枝，这一个呢也可以这样的穿，在这块可以来一个，这块可以这样的，这个就是怎么给它加成一组我再演示怎么给它加成一组第二步是得勾叶筋，勾叶筋怎么勾呢？为了让大家看得清楚呢勾叶筋也是用中锋来勾我给把这个拉近点然后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这叶筋怎么勾。看这个先勾一个主线，主叶筋，然后这勾2个，然后这样的基本上我都是这么勾，就是说一边1根，一边2根，或者呢你一边2根也行，那边3根都可以，但是我觉得那么勾太密了这个可以这么勾，这就是一边2根，什么意思呢？看要给它串开，是吧？这个意思，或者是这边再来一对，也可以这么勾就说宁少不多，就是宁可给它少点笔划，不要给它勾太多这样我一般这么勾，要快了呢就这样的。勾叶筋的笔法类似于什么行草
啊，你要快了就可以这么勾啊，就把它连起来啊。但是我们一开始呢不要求那么快啊，我再给大家继续演示啊。像这样叶子怎么勾呢？啊，就是不要给它勾对称了就行。这个是一个侧面叶啊，像这样呢，给它勾一个主筋，不要勾太碎啊，这块来一个就行了。这个勾叶子啊，要根据叶子的形来勾叶筋啊。我们你看都用这一支笔，是吧？这个笔的好用之处就在什么呢？它是可粗可细。虽然它比较大啊，但它笔锋够尖，所以它非常好用，而且很聚拢啊，不会出现散锋啊。好，往这面移，为了让大家都能看清楚啊，我再移动一下，勾叶筋啊。我现在这个啊，其实也不算是正经的叶子组合，我主要是教大家这个笔法啊，而且以后的这个课程当中会不断的这个重复这些个技法，你不用一下子都记住啊。勾叶筋勾熟练了，就会勾得很快啊。像我这样，我就这么勾啊，勾得越熟练，显得这笔法越潇洒啊。不用把每个叶筋啊都勾得板板正正。有人勾叶筋怎么勾呢？啊，就是有画过国画的啊，勾叶筋怎么勾？这么勾，勾完了之后还得在外圈给它围上啊。我可以这么说，多此一举，千万不要这么画。这么画出来的东西啊会很板。写意画啊，主要是把这个意境画出来，而不是说你画的跟这个实际的这个一样，那就不是写意了啊。我们会讲一下啊，下一节课呢，我会讲一下，给大家讲一下写意画为什么叫写意，写意画的基本原则是什么啊，普及一点这个审美的常识。这样的话啊，你这个画起来呢，你会知道，你会更知道怎么去做啊。我再拿一张纸，我们讲一下这个叶子组合。这节课的信息量比较大。咱们叶子组合呢，咱们只需要了解几种就行了因为咱们这个系统学习啊，主要是学画小品，大幅作品呢，是在这个提升班。我们学完这一套课程之后呢可以这个觉得自己还想提升的话可以学提升班的课程。好，我给它提一点往上提一点，好，把整个画面呢都显示出来。好了，我呢就会继续补点浅色，然后呢笔尖儿来一点这个墨，调一下。我先来画一个这个传统的这个是三叉九顶一般的是怎么画呢？我给大家就是讲一下大概介绍一下三叉九顶呢就是一个支三个叉就是一个支出三个叉，然后呢什么意思就是这三个我这画的还变化一点如果想不变化呢，就是比较直观的就是一个支三个叉，然后呢9个顶，中间这个宽点就是把这个它的呢变成了一个比较规范的这是传统的技法就是
很死板。其实啊，如果你这么画啊，它有的时候会有这个重叠啊什么的啊，就交错。实际上你如果这么画的话，你就等于把自己的这个东西啊给它格式化了。但是大自然的变化啊，叶子在一起它是重叠的，你根本就看不出来。你去数3个叉9个顶吗？是不是做不到啊？所以我们不这么画啊。我再拿一张纸吧啊，咱就在另一张纸上我画叶子组合，大家好临摹。如果你用这一张纸呢，就会让大家误导了啊。我们画的叶子组合跟这就不一样了。我们的概念呢没有3叉9顶，我们只是想根据构图的需要啊，把它画的怎么美观，怎么自然，打破呢传统的思维模式。只要根据画面的需要啊，我们就是以美观为主，然后呢也更接近自然。其实好，我来画这个叶子组合啊。先画一个叶子组合呢，就是以大小比啊为主，然后用枝干呢给它连起来就行了。可以这样的啊，这种组合是不是更张扬，而且也更耐看啊？这显示是一个侧面的。你说这样的话，你会区分3个叉9个顶吗？没必要了，是不是？好，我再来啊，还可以这样的啊。也是啊，就调整一下。其实这属于两小组啊，然后我们给它把这2个小组并一起啊，用枝干给它一穿插，这就行了。这块再来一个啊，这又是一个组合啊。这种组合呢，其实看上去更耐看一些啊，也显得更活泛一些。有的时候呢，我们会把这个叶子啊画成更有风势啊，这个是冲这个方向的啊。我再画一个冲这个方向的啊，不一定非得把这个叶子啊分的这个一根是一根啊。看这有浓有淡啊，这个干湿浓淡都有了。然后我们把这个这就比较复杂一点了组合。勾一下叶筋，好，这个呢就这么勾。大家看到了吧啊？这种叶子组合呢，显得啊这个边缘都不齐啊，这边缘都不是齐的，就是你，而且这缺口呢啊，跟这个花头一样，都不能一样啊，不能有完全一样的缺口啊，也是。还有勾叶子啊，这个叶筋呢，也是要方向啊，要做一些适当调整。还有这个有人可能会问，这个叶子的方向呢，顺着枝干的方向啊，它要方向统一啊，顺着一个方向长。你不说，不能说往这面的这个方向，你突然往下一个叶子啊，那折了。好，我们再来一组。
这回这组呢，我们先往这个反方向一组啊，这个方向的改变，然后这块啊，这个方向一组，然后这面2个。啊，在这添一笔，啊，这是表示啊，这是我们可以这样的啊，把这枝干呢可以反方向的来，是不是这样也可以啊，更活泛啊？你还可以这样的啊，加2个卷叶啊，是不是更好了？